大家好，我是丁老头啊。今天给大伙讲一特哏儿的事儿，虽然事情比较老，但是我也没看到 B 站有其他人在聊。这下又让我掏着了。7月6号，道奇体育馆联动 HoloLive 邀请了古拉、佩克拉还有星街彗星驻场，引发热议。其中很多网上讨论浏览都超过了100万，大部分议论呢来源于美国，毕竟是人家本土的体育联赛嘛。其中的很多发言，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比如这个大哥上来就说西方正在陨落的，还有很多压根儿不知道 HoloLive 是什么的。当然也有对日本文化殖民美国感到不满的。这里还有一个把麦当劳联动咒术回战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畅想美国遍地是二次元的未来，称得上是另和美国物语了。这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啊，推荐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网上看一下。这次联动过于跨界，为了让大伙儿不要对这种42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摸不着头脑，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联动双方和他们联动的契机。看完之后，也许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对此反应如此之大了。给不了解棒球运动的朋友，先介绍一下这个道奇体育场，它是洛杉矶道奇队的主场。这支棒球队来自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也就是俗称的马勒。大伙儿可不要小看这个棒球联赛哦，虽然在大陆没什么市场，但是它在美国也是位列4大体育联盟之一。它去年的影响力和收入和 NBA 是一个量级的，而在更早之前呢，它还经常能压 NBA 一头。而这个洛杉矶道奇队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老牌劲旅，它是19世纪成立的，经历过很多波折啊，队史一共拿过8次世界大赛的冠军。他们的主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道奇体育场，是全美座位数第1多的棒球场馆，也算是洛杉矶的一大地标了。HoloLive 这边看得出来也非常重视这次联动，派出的都是台柱子级别的选手，相信很多朋友看到他们呢都很眼熟，比如高布古拉是 Holo 伊恩的一期生，世界订阅量第1的 VTuber， 自21年他超越半爱之后呢，还没有人能抢过他这个王座。然后是兔田佩克拉，是 Holo 本部的3期生，19年出道。当年 HoloLive 规模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社内营收有4根台柱子常年排在所有馆人营收榜的前列，其中就有他一个，也是社内老功勋了，现在还能在全油管的 VTuber 里粉丝量排到第6，算得上是老当益壮。至于星街彗星呢，他是2018年开始活动的，出道的比较早，他是半路加入了 Holo 旗下一个叫 Ink Music 的音乐厂牌，然后在19年12月才移籍进入了 Holo 本部，属于是庶出啊。他这个身份比较尴尬，但是人很努力，能力也强，人送外号6边形战士。他现在也达到了在社内排行第5，全网馆人粉丝数排第8的成绩，是努力改变命运的馆人典型。HoloLive 本次选人都是吊着蓝色系选的，这大概是因为洛杉矶道奇队的队服就是蓝白色系，而且恰好 HoloLive 排名前列的馆人里有大把的蓝色馆人。要我说啊，蓝头发果然是馆人的终极答案。那么为什么洛杉矶道奇队要突然和馆人联动， HoloLive 又为什么这么重视呢？这一切我们都要从一个男人说起。之前视频介绍红甲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聊过棒球运动在日本影响力很大，说是日本的国球都不为过。既然有这么大的群众基础，那诞生1-2个天才也不过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大谷翔平，他就是一位不世出的日本棒球天才，如今他是一位坐拥天价合同的超级体育巨星。说到这里不禁感慨啊，真的好羡慕他丰厚的收入，可惜我们只是普通人，没有天赋异禀，只能老老实实挣钱存钱。虽然我收入微薄，我还是坚持打卡365天存钱计划，心情好的时候存个几十，心情不好就存个几块，积少成多，1年下来也有1-2万。因为收入微薄，我就养成了记账的习惯。我用的这款喵喵记账很贴心，支付后会自动识别记账。我以前记账喜欢做假账，现在是没办法做了。记账之后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消费金额，震惊之余，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现在的日常开支能省则省，每个月喵喵都会帮我复盘一下消费习惯，看看哪些是不必要消费。上个月就省下了1000多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下方链接下载试试哦。大谷翔平出生于1994年，12岁开始训练棒球。他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打头双修的2刀流棒球选手。这个技能点很奇怪，因为棒球是一个回合制游戏，如果练这个就意味着你又要练进攻又要练防守，可能是这个打法比较奇葩，所以他一开始出道呢，选在了日本棒球联赛，并且选择了一支支持自己训练2刀流的球队。2018年，大谷翔平带着自己为球队打出的日本职业棒球联赛冠军和连续5个赛季入选全明星阵容的战绩，加盟了洛杉矶天使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美职联生涯。在洛杉矶天使队的5年里，他拿下了最佳新秀、21年和23年的赛季 MVP， 打破了亚洲人在北美棒球联赛的多项纪录，甚至在23年带领日本队在 WBC 也就是棒球世界杯比赛里面击败了美国队啊，夺得冠军，这让他几乎成为了日本的体育英雄。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关注棒球的可能不多，对这些荣誉呢也许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们上个直接点的2023年洛杉矶道奇队，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和 HoloLive 联动的道奇体育馆的那个球队，签下了大谷翔平，合同是10年7亿美元。这个天价合同不只是 MLB 的最大金额，而且是整个北美运动联赛甚至是整个体育界最大金额的合同。如果还有朋友对这个人的价值没有概念，我们以 NBA 知名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做比，他过去20年的总薪资是 5.23 亿美元，而道奇签下大谷翔平的合同是10年7亿美元。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值钱呢？之前我们提到过啊，棒球是一个回合制游戏，因此他修炼的2刀流导致他在进攻和防守回合都能帮到球队，而他在攻防两端也都是顶级水平。如果我们拿足球领域来做比，就是说他既是范迪克又是本泽马，这样的人在棒球比赛里面可以结结实实的拿到2份薪水，因此就促成了这份天价合同。
而大谷翔平也没有让道奇队失望，天价合同签下他的第1年，也就是2024年，他就带领洛杉矶道奇队拿下了 MLB 的冠军，弥补了他在美职联5年无冠的尴尬，避免了成为冲击波的惨案，并且他还拿到了50支本垒打和50偷垒的夸张成就。不懂棒球的朋友可能看不懂这些术语，没关系，你只需要知道 MLB 成立150年来，一共有2万名棒球选手登上过赛场，而拿到这个成就的人是0，即使是40+40，也只有6个人拿到过。更离谱的是，如果大谷可以通过这个前无古人的成就拿到今年的 MVP 的话，那么他将是一个在4年内连续3年拿到赛季总 MVP 的恐怖球员，配上一个新鲜夺得的冠军奖杯。大谷翔平向他的球队证明了自己的天价薪资可不是白拿的。即使不考虑他的赛场内成绩，有消息说他在赛场外的周边体育价值销售很可能让道奇队在签下他的第1年就收回了成本。好，我们说回今天要讲的事件。23年鹈传体育财团公布了日本青少年最喜欢的运动员调查结果，大谷翔平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了榜首，所以完全不难想象道奇队会与同样在日本青少年中流行的 VTuber 进行联动。毕竟棒球市场确实不大，全世界就那么几个地方在玩，进一步拿下家乡日本对大谷翔平提高商业价值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对于 HoloLive 来说呢，能沾一点这位日本国民级偶像的光也同样至关重要，所以就促成了这次联动。为什么我说这次联动一定跟大谷翔平有关呢？因为这个 HoloLive 之夜7月5号它就是大谷的第30岁生日那天。其实你带入一下他的视角，这就相当于是他的球队专门给他从家乡摇了3个网红过来呐喊助威了。结果据说那天大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状态一般，虽然赢球了，但好像是被队友带着翻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最后香槟总归还是开上了，还看到了特别准备的无人机表演。虽然这个事件以大谷和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呢，是以美好的结局收尾吧，但是如果你带入红脖子的视角，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想啊，自己国家一个大名鼎鼎、观看人数众多且历史悠久，对于美国来说历史相当悠久了。美国建国200年，这联赛都成立了150多年，被日本人掏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不说，今年拿到冠军的球队还要在他们的主场专门为自己的明星日本选手请了几个不知所谓的 Anime Girl 来串场，这要刷多少个且听应啼的 TikTok 短视频才能补回来？玩笑归玩笑，据站内外的一些视频反映呢，道奇的后楼之夜还是相当火爆的。毕竟古拉的基本盘本就是英语用户，更何况棒球观众多少也会关注一下日本。作为全世界为数不多玩棒球的地方，日本棒球界也是人才辈出了。而且红脖子就算有牢骚，他们也只能在网上发，毕竟洛杉矶在加州啊，加州是铁兰州，轮不到这些红脖子来指手画脚。其实这2年发生在美国的商业性质联动二次元也不是1回2回了，美国二次元群体呢也是肉眼可见的正在壮大。如今油管排名前列的管人里有相当比例的音乐管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红脖子噩梦里令和米国物语的景象真的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我是丁老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